欢迎回来，环宇全世界。高市早苗的这个台湾有事论引发了争议，到现在余波未平。那么一番这个台湾第一位，日本也没有立场评论呢，想不到呢，反而更加使得北京炸锅。北京不只是批评这个日本呢是老调重弹呢，而且是直接引用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来暗示，必要时不需要联合国批准，也可以对日本采取军事行动。外界认为呢，这已经不只是在做外交警告，而是发出了战争级的讯号。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真的是很危险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也看到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呢，也讨论说要修改非核三原则，甚至要发展核威慑引进核武，顿时也让这个东北亚整个瞬间炸锅。日本国内也开始担心这会不会让东亚的军备竞赛正式开始同一时间，也看到日本在与那国岛部署飞弹，美军呢在岛上呢又设立这个前进武装加油点，美日联手的军火库，这距离台湾呢只有110公里让北京跟莫斯科都警告了，说日本你是在自己给自己招事惹事吗？我们来看一下因为大家对于这个与那国岛可能听过，但不知道它距离台湾竟然这么的近，只有110公里。我们平常听到的是石垣岛。但是呢，与那国岛更近，这简直就是把这个台湾这个最近的地方呢放了飞弹。那这对于不只是中国大陆来讲，还有包括像是北韩呢，也都是深受威胁。所以这个最近听到陆方常常会提到是说，这个军国主义要复辟吗？何老师怎么看是把这个当做一个前提，也是提出警告，如果你敢复辟军国主义，我就对你不客气，是这样吗？当然，现在日本距离要复辟军国主义还很远因为整个日本的这个战后的和平宪法，事实上也还没有修改嘛然后在和平宪法下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安保法制，它充其量它只是这个就是说解禁集体自卫权意义。在于就是说，如果美军受到攻击的时候，日本它可以驰援美军，这样的而已。那至于就是说，日本可不可以因为这样的一种解释的改变，他就拿到一个就是说通行证，对不对？自卫队它可以溢出日本的一个范围，然后介入不属于日本的战争，这个在日本的法律上，事实上可能还是做不到。而且这个就是说，如果日本真的要动用自卫队，对不对？去介入这样的一个战争的时候，它经过国会对，那这个国会到时候这个一定的这个吵翻天了。那所以就是说，我们台湾千万不要以为这个这个只要高市首相一讲我们台湾就安这个台湾这个有日本作为一个这个后盾那事实上我认为就是说，日本事实上当然他很希望就是说跟美国能够核共享，但是日本自己又有一个非核三原则，这样非核三原则本身就是说这两个就是日本自己不制造，然后不拥有，这个可能高市也不会去挑战，但是高市唯一要松动的就是让美军重新的可以把这个他的这个核武再部署到日本，因为事实上在1972年，这个美国把这个琉球的行政权交给日本之前，对，美军在琉球基本上那时候是有核武的可是后来因为非核三原则，后来这美军对不对，在日本就不能够再部署核武那事实上不只是日本包括韩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之前他也跟美国这个提到所谓的核保护伞，对核保护伞，这核共享，那时候是那个Joe Biden 的时候，那时候 Biden 听到这个突然吓醒，所以你想嘛，日本他很清醒，他说没有这回事，韩国有，那为什么日本不能有？而且韩国最近这个被川普已经这个亮了绿灯了嘛，他们可以这个就是说拥有这个核动力潜舰那日本当然也很想有所以就是说日本基本上在所谓的非核三原则这个他可能会修改，但是我并不认为就是说他会全面的修改就是美国也不会允许日本这个去制造跟拥有核武啦。我觉得说如果要的话，充其量只是就是说重新让这个核武这个就是说由美军这个带到日本，那这个是有可能那不过到时候美国会不会这样做？我觉得美国还是会综合的考量这个对于中美关系的影响，或者是对于美俄关系的影响。那这个是主控权还是在方老师的这个美国身上？对Russ， 美国部署与那国岛飞弹的这个它背后的思维是什么？
日本要做好它的自卫是可以理解，尤其是在中国跟北韩的威胁继续升温，继续上升，所以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我们会觉得不管是南韩、日本、欧洲，都觉得这些国家长期是依赖美国了，他们要提升他们的国防预算、国防投资。武器部署等等是对的选择，这个世界是很危险的，你真的不能忽略你的自卫跟国防，所以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觉得是可以理解。而且刚刚从那个我给大家看的那个图哈，就说110公里这么近哈，我看了一下，这航程大概飞机的话才是2个小时哈，所以其实它的这个时间算是非常短的。那我继续请教你啊，因为刚刚讲到日本，那也讲到南韩啊，现在韩国也很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被推到海啸第一排，就是这个火线第一前线啊。为什么呢？因为美军在南韩的动作没有停啊，他们最近呢把31架 F-16超级中队就直接部署哈，放在韩国的乌山基地，那等于就把南韩推到中美对抗的第一线。这个使得南韩的朝野的都非常的生气哈，因为他们很担心被推去帮美国挡子弹。那么南韩国防研究院在这个时候也抛出了说，北韩啊，其实南韩最刻意的在意的就是北韩。然后说北韩的核武库预估已经有150枚核弹，甚至可能在2040年冲到400枚。这摆明的就是暗示南韩光是应对北韩就已经很吃力了。而且在这个时候呢，也看到南韩总统李在明他突然表态。他说他希望尽快到北京与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啊，希望中方当然这个是不是外界解读说是不是希望中方也赶快出来啊，缓和一下这个局势哈？确实，李在明他也强调一点，他说因为现在南北韩之间啊，北韩现在是拒绝沟通的，这没有沟通没有对话，这个后果真的会让人非常的担心。所以说，马老师。南韩把这个北韩的核威胁摆到最大，他也很担心自己被推到第一线哈。那可是第一个问题，南韩有决定权吗？我想他自己在这个美韩同盟的架构底下，他连这个指挥权都还在跟美国有一下 argue 他大概很难有完全自己的指挥权。不过就南韩的意愿来看，其实他们真的不太关心抗中这个议题，不是这么关心，他们最关心还是北韩问题。对，那北韩问题当时的6方会谈，那其中就是南北韩扣除之外的4方，因为俄国已经跟北韩签订了全面战略伙伴了，那其实他能够找的就是剩下3方。那其实韩日之间，因为有很多历史的问题，有时候不是这么容易有互信，所以他只剩下美中可以找。那美国当然是挺南韩没有问题，所以中国的态度就变得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在这过程，特别是现在这个北韩的核威慑能力变得很高，然后它的 ICBM 在跟俄国合作之后，这个进步的速度很快，它的确对南韩造成非常大的威胁。那我认为因为李在明上台的时候，他是一个比较没有这么就是单这个依赖美国的一个政治人物，所以其实他创造了跟中国合作的空间。在这里面11月1号就是在 APEC 期间，他们两边的这个谈，其实讲的合作的东西非常的多，搬不走的邻国。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韩国的选择里面，我觉得第一个他没有兴趣在美中之间做选边，他最在乎的是北韩对他的威胁。那再来就是他其实有一个后门，就是他跟中国的关系其实存在一个合作的空间，就在11月1号开启的，所以我觉得是有机会。所以其实南韩也试图在中美的对抗中间找到一个可以，也许有时候过来一点，也许有时候过去一点啊，找到一个平衡点。可是反观台湾这边啊，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政府突然宣布要砸下400亿美元啊，折合台币大约是1.25兆，要打造什么呢？台湾之盾。当然，这也创下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国防特别预算啊。那这个预算当中包括哪些项目呢？像是跟美国采购新武器，还有呢，建设无人机、飞弹这些非对称战力。然后最重要是提升第一岛链的作战能力。当然，这个也大家这样想是说，会不会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哈，这个像是军购压力啊，那会不会？那这个赖清德总统呢是回应说，这笔预算是对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承诺。好，那我要问的是说，如果把这几件事情都拉开来看呢，好像一步又一步的，大家都有一个步骤，像堆叠起来的，是安排好的是吗？
美国我刚刚说了，美国不管是南韩、日本、台湾、欧洲，美国都希望这些国家提升他们的国防预算跟投资，这个是很多美国总统的长期的主张，这不是从川普1.0或川普2.0才开始这样讲了，连左派的拜登跟奥巴马也是这样讲，谁执政都一样，这都是希望，而且不是因为美国军火上赚钱的理由，是真的认为这些国家长期以来是就是国防投资是不够的。但是赖清德总统这个说法，我有点不同意的地方。他也要印太地区，我觉得他的责任，他是负责台湾的国家安全，他不是负责整个印太地区的。对，他讲到说是对印太地区和平稳定。对这个部分我不是很了解，因为他真的要说，就是为了我认为他应该要说，就是为了台湾，我要证明给不管是美国、日本，其他的国家，我们对保护台湾的决心，这个跟印太地区是无关。尤其是其实我们都知道，东南亚国家一点都不在乎，完全都不站在台湾的立场，而他们常常讲得非常明确。所以你讲整个印太地区，其实我不是很了解。我觉得你应该要说是为了好好保护台湾，我们该做这个大投资了。对，你刚刚提到东南亚国家，大概也只有当中的菲律宾是比较在符合这个美国的印太战略啊。那现在看到像是日本啦，还有我们刚刚讲到的南韩，然后呢像台湾啊，再往南就是刚刚讲的菲律宾啊，但其他东南亚国家并没有因为美国的这个印太战略而配合他们。所以从11月7号开始啊，就是高市早苗国会言论台湾言论之后，哪有东南亚国家有站在他的立场？那虽然新加坡总理黄总理他有出来说，其实我们东南亚国家很多这个历史二战的历史，我们不会忘记了，但是我们不是天天在讲，我们已经开始跟日本做好朋友啊，交流等等啊。所以，但是他们也没有明确站在日本的立场，或明确批评中国大陆。对，所以等一下回来我们就要看哈，因为符合美方的战略考量，但是究竟会不会是一个好的结果？我们等一下就来看看俄乌目前的现况。